提升多拉格的战斗力圣贤。尾田公布出攻击力最强的技能，多拉格有没有4皇级战力？剧情中一直没有准确的定论。路飞在顶上战争释放霸王色救艾斯，卡普直接来了一句，果然是与生俱来的，能推断出多拉格也具备王者资质，也应该会最顶级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2年前多拉格去罗格镇救大儿子路飞，登场时天空乌云密布下起暴雨，随后制造出一道闪电从天而降，电糊了巴基也就下了路飞的小命。后来斯摩格用自然系烟雾果实的能力，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要将其逮捕。多拉格再次出手搞定斯摩格，又制造一阵狂风护送草帽一伙起航，从此可以确定多拉格的果实能力可以自由操控雷电、狂风和暴雨。单单是操控雷电的能力，结合他具备的霸王色霸气，就足以让他达到4皇级别的实力。尾田曾在大妈的生命卡中公布，他的招式天满大自在天神破坏力很强，即便是天上的神明也会被击败。在鬼岛屋顶对战5名超新星，大妈释放出天满大自在天神攻击，每一道闪电都带有自我意识，可以改变方向追击，直到命中目标才会停止。5位超新星都被闪电命中，只不过路飞对雷电免疫，没有受伤。当年艾尼路在空岛时也说过，他吃下的响雷果实是最强的恶魔果实，大招万雷可以轻松摧毁一座岛屿，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。如果不是路飞是橡胶果实，很难想象用什么方式才能击败艾尼路。尾田在 SBS 中回答读者问题，公开过草帽团非能力最适合的恶魔果实，其中娜美会吃下自然系响雷果实，那时她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，也将成为海贼王中输出最强的人，除了路飞什么样的敌人都可以击败。如此来看，雷电攻击才是海贼王最强技能。多拉格也拥有操控雷电的能力，外加从卡普身上继承的3种强大霸气，整体实力绝对不输任何一位4皇。外国网友评选出最强的6位海军中将，第3、第4名居然都是卡普背后的女人，第6名是维尔哥，被明哥安排去海军做卧底。维尔哥靠着强大的实力一步步晋升为中将，对战同为中将的斯摩格。维尔哥靠着强大武装色霸气碾压获胜，与罗交战维尔哥显得有些轻敌，没能挡住手术果实的攻击丧命。第5名是吴蜀，也是赤犬最信赖的人，当年去九蛇岛召集汉库克去马林贩毒，吴蜀率领的海军被瞬间秒杀，他用匕首刺穿手掌，才勉强保留住意识，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汉库克的赏金是16亿5900万，能秒杀吴蜀也是情理之中。来到顶上战争，吴蜀使用全力攻击路飞，气得卡普咬牙切齿。如果不是黄猿将路飞提到白胡子手中，吴蜀的脑袋可能会被卡普拿走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吴蜀晋升为海军基地的基地长，算得上赤犬的心腹。第4名是贺婆婆，绝对是卡普背后的女人。当年路飞在推进城闹时，战国说贺一直上下忙碌为卡普平事，作为海军的大参谋，贺中将的地位不输卡普和战国。他吃了超人系的习习果实，据说能净化敌人的心灵，拥有准大将级别实力的名额，每次见到贺都是撒腿就跑。第3名是陶兔，他与贺中将一样，对卡普的事情特别关心。路飞去和之国对战凯多和大妈2位4皇，陶兔比卡普本人还要紧张。陶兔是仅有的2位大将候补之一，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大将，只要海军3大将出现空缺，他就拥有替补上去的资格和实力。在赤犬眼里，陶兔的实力算不上大将级别，宁可开启世界征兵，也不愿意晋升他和茶屯为海军大将。第2名是茶屯，与陶兔一样都是大将候补，至于茶屯的实力，也应该和陶兔一样，只不过没有具体的战斗来证明。茶屯与卡普的关系特别好，赤犬不晋升他为大将，也是担心茶屯会信蒙其法。第1名当然是卡普，职位是中将，实力却不逊色任何一位大将。38年前，卡普联手罗杰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借此成为海军英雄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卡普一拳打飞马尔科，甚至还说要取下赤犬的脑袋。从战国按住他的脑袋也可以确定，卡普确实有打败赤犬的实力。目前卡普正在去蜂巢岛救克比，对手是拥有2个恶魔果实的4皇黑胡子。卡普能否安全回到海军基地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有多少人忽略了剧情中的这个细节？尾田让香克斯的同胞兄弟登场，居然没有人看出来。作为海米最熟悉的陌生人，香克斯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团。我们只知道香克斯出生西海，具体来自哪个家族也是一点都不清楚。38年前，洛克斯集结一帮穷凶极恶的海贼，在神之谷攻打天龙人，当时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卡普迫不得已与罗杰联手，才将洛克斯击溃。事后罗杰在战场上发现一个藏宝箱，里面有一个1岁大的小宝宝，他就是小香克斯。罗杰将他带在身边，抚养香克斯慢慢长大。有不少海米认为小香克斯在神之谷出现，他的父母或许是被洛克斯攻击的天龙人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吴老星得知乌塔就是香克斯的女儿后，一度认为乌塔也是天龙人，属于费加兰家族的后代。随后派遣黄猿和藤虎2位海军大将去抓捕乌塔，从此也能推断香克斯与天龙人费加兰家族有很大关系。世界会议期间，香克斯来到圣地玛丽乔亚，找吴老星谈论某个海贼的事情，也让香克斯黑化的言论四起，说他与吴老星做了某种交易。吴老星特地腾出时间见他，还强调香克斯不应该参与到政治中来。随后在伊姆的花枝房间里，路飞和黑胡子的照片被剑砍碎，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香克斯与吴老星谈论的海贼不是黑胡子就是路飞。其实这种推测一点也不合理。
如果谈论的那个海贼是黑胡子，难道说香克斯找黑胡子的弱点，让吴老星出手去解决掉黑胡子吗？这显然不符合红发海贼团的战斗力，打黑胡子海贼团根本不用其他人帮忙。如果说谈论的海贼是路飞，香克斯是告诉吴老星不要动路飞吗？这也不合理。和之国篇开始后，福兹福暴露多年前香克斯从他手中抢走了橡胶果实。在路飞觉醒后，我们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果实，另一个名字是幻兽种尼卡果实。因此也有海米说香克斯找吴老星谈论的海贼是福兹福，其实也不合理。吴老星也说了，尼卡果实不在图鉴上，香克斯也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果实。在海贼王1083话中，伊姆的最终底牌神之骑士团登场，个个都是顶级强者，其中有一个人的剪影与香克斯很像，有不少人觉得香克斯就是神之骑士团成员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当初见吴老星的人就是这位神之骑士团的人？他与5个老头谈论的海贼正是自己的同胞兄弟香克斯。神之骑士团的任务是稳定天龙人的统治，吴老星才说他不应该参到政治中来。还有一个细节，见吴老星的香克斯只露出了右脸，并没有展示出左眼的3到8，是否可以说香克斯应该是天龙人费加兰家族的后代？面见吴老星的人就是他的同胞弟弟们。被4位赏金10亿海贼轮番锤的四皇大妈，20年前与罗杰交战暴露出真正的战斗力。大妈的小时候非常悲惨，因为吃得多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来到羔羊之家的生活还算幸福，不仅能吃饱，还有小伙伴一起玩耍。自从认识路飞之后，大妈在挨揍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当年路飞带队逃离蛋糕岛，大妈对着桑尼号一顿猛攻，好在圣平站了出来，用梅花谷挡住拿破仑的攻击，自己也跌入大海之中，重新回到桑尼号上。圣平用出愚人空手道的奥义将大妈打出桑尼号。鬼岛决战爆发后，大妈与圣平再次爆发战斗，又被锤了一顿。这次圣平有罗宾帮忙，一人用过肩摔，一人让大妈滚出会场外。当时圣平的赏金还是4亿8300万，但战斗力已经配得上11亿贝勒。刚刚抵达和之国那会，大妈带来了半个四皇团顺着瀑布登岛，赏金13亿9千万贝利的岩灾镜，直接来了一记2踢脚，踹翻 Big Mom 海贼团的海贼船。大妈本人也顺势跌入大海之中，好在没有被海水淹死，漂流到海岸上，成为乔巴解救路飞的工具人。来到和之国的兔碗监狱，大妈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将整个监狱摧毁殆尽。赏金13亿2千万的异灾奎因变成恐龙形态对战四皇大妈，结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好在奎因使用从天而降的招式，用脑袋撞脑袋。激烈的碰撞过后，大妈的记忆得到恢复，也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奎因趁势给大妈做麻醉，用海楼石锁链捆绑住，马不停蹄送到凯多的府邸。在鬼岛遇到大妈之后，马尔科与佩罗斯佩罗的除鬼联盟瞬间瓦解。随后双方爆发战斗，马尔科的蓝色火焰能轻松打伤霍米兹，即便大妈趁马尔科一时大意抓住他的脖颈，却表示没有能力将其杀掉，还企图让佩罗斯佩罗来帮忙。见到大儿子被2位毛皮族打倒在地，大妈一把将马尔科摔了出去，一个人朝着会场内前进。一位堂堂的海上皇帝，居然在赏金13亿7400万的海贼面前认怂了。早在20多年前，罗杰在寻找历史正文的时候，与四皇大妈有过战斗，具体的战斗场景没有公开。事后罗杰说了一句，从玲玲手中抢到一块，有一种哥哥打小妹妹的感觉。这句话也透露出，在罗杰心目中，大妈算不上真正的强敌，相比白胡子这样的顶级强者，还有非常大的差距。结合大妈与圣平、岩灾镜、奎因和马尔科对战情况，说大妈是最弱四皇也很合理。不过会比巴基大神强一些吗？战国与鹤婆婆去蜂巢岛支援卡普，鹰眼和老沙加入 One Piece 争夺战，萨博躲过天王的攻击，回到革命军基地公开伊姆真容。海贼王1082话超详细情报已经更新，标题是去拿下 One Piece 吧。本话的开篇是一则报纸信息，海军替补被民众杀害换取十字工会的赏金。战国与鹤婆婆在讨论替补被杀害的事情，也强调十字工会的威胁越来越大。随后战国询问提奈卡普去了哪里，他想让卡普尝尝新口味的烤年糕片。提奈告诉战国，卡普已经离开基地好几天，据说是去救科比了。而且 Sword 队部中的孔雀也和卡普在一起，应该也去了蜂巢岛。战国与鹤听到后表现得非常震惊，不出意外他们会去蜂巢岛支援卡普。画面转到十字工会所在的卡莱巴里岛，巴基正在给杀害剔骨的人发钱，十字工会的海贼船也在建造中，船头是巴基的头像，因此巴基又被鹰眼揍了一顿。老沙告诉鹰眼，他想利用十字工会完成理想乡计划，打造一个军事化国家，不会受到任何势力的威胁。鹰眼给老沙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建造理想乡还需要招募更多的强者才能实现。听完老沙的计划后，巴基立马站出来反对。他回忆起与香克斯的往事，当年罗杰被处刑后，香克斯邀请巴基当伙伴，并告诉巴基自己不会找 One Piece。其实巴基很希望香克斯能继承罗杰的事业，成为下一个海贼王。巴基很清楚自己不是香克斯的对手，也放弃了去找 One Piece 的梦想。回忆过后，巴基告诉鹰眼和老沙，他与香克斯的称号一样，也要去当海贼王。老沙和鹰眼听到后立马表示反对，他们不想对抗香克斯、黑胡子以及路飞。不过巴基却告诉老沙和鹰眼，当海贼王不需要打败他们，找到 One Piece 就可以。就在此时，巴基拿起电话重向所有人宣布，他即将参加 One Piece 的争夺战。十字工会的人听完非常兴奋，
看来鹰眼和老沙不得不与四皇展开战斗。难道真的像海米推测的那样，巴基曾经说要当海贼王的牛批要成真了？画面转到革命军的基地，军队长们见到萨博安全归来，表现得非常高兴。萨博告诉同伴们，在天王抵达露露西亚王国的时候，他已经乘船离开了。天王的攻击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，露露西亚王国的居民也很安全。随后，萨博带着军队长们来到会议室，他告诉龙会把发生在玛丽乔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萨博看到伊姆的模样也会公开了。尾田暗示能救明哥出狱的人还活着，那个人有七武海级别的战斗力。当年在德雷斯罗萨，路飞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很艰难才打赢多弗朗明哥。事后战国陪着贺婆婆，连同藤虎一起将明哥直接送入海底监狱。进入推进城后，明哥看着报纸，依旧能掀起不小的波澜，因为知道的秘密太多，很多人都想杀了明哥。好在有麦哲伦的保护，想救明哥的人也有不少。当从德雷斯罗萨离开时，凯多的手下旱灾杰克就想单枪匹马去救明哥，完全没有理会对手是大将藤虎以及战国与贺婆婆。当杰克把船靠上去后，被打入海底，差点丧命，也获得了靠船王的称号。顶上战争开打前，海军邀请七武海聚餐，鹰眼悠闲地将腿翘在桌子上，黑胡子大口吃着樱桃派，与明哥挨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两人好像在密谋什么。当时明哥还是地下世界的王，黑胡子能当上四皇，一定没少与明哥做交易。为了从明哥口中得到天龙人的密宝，黑胡子也有可能再次闯入海底监狱。在海贼王漫画1083话的扉页中，明哥再次登场，正在给一只小鸟疗伤，好像在暗示他要出狱。在此之前，十字工会的老沙对鹰眼说，他想建立理想国，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。鹰眼则表示，实现理想国的目标，目前的战力还不够，需要招募更多的强者。被世界政府抛弃的几位七武海，就是鹰眼和老沙最好的招募对象。目前汉库克盘踞在九蛇岛，有雷利和夏奇保护着，不会加入十字工会。爱德华·威布尔在去白胡子的老家时，被大将绿牛击败，已经关入海底监狱。为了壮大势力的十字工会，或许会闯入海底监狱，救出明哥与白二世当伙伴。德岛事件过后，明哥的手下也被关入推进城，但是有2个人除外，一个就是 Baby Five， 他与老蔡结婚后，也算是草帽大船团成员，不会去救明哥。还有一个人曾经是唐吉诃德海贼团的核心人员，也是第1代红星科拉松。为了从海军那里得到情报，维尔哥去海军当卧底，并成为海军中将。在庞克哈萨德，维尔哥为了掩盖明哥的行迹，暴露身份，干掉不少海军。不过在与罗战斗时，维尔哥表现得非常自信，却被罗一刀斩断身体。随着莫奈按下 SAP 基地的自爆按钮，维尔哥被爆炸的火焰吞没。不过尾田在公布维尔哥的生命卡时，并没有说明他已经丧命了。而且海军也得到消息，庞克哈萨德的基地又恢复运转了。如果说维尔哥还没有死，凭借他能匹敌七武海的实力，去救明哥有机会成功吗？在众多海军大将眼中，香克斯已经超越了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吗？带着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香克斯瞬移来到赤犬面前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。赤犬被吓得脸颊流汗，待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，眼睁睁看着巴基将路飞和慎平送到罗的潜水艇上。赤犬也只是嘴上嘀咕几句，不敢在香克斯面前做任何动作。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赤犬没有像面对香克斯那么怂，气焰十分嚣张地说：“岩浆弹是给白胡子送葬的烟花。”与白胡子正面战斗时，从场面上看，赤犬也没有处于劣势，用岩浆拳头贯穿白胡子胸膛，还不忘嘲讽对方年纪大实力变弱。即便被白胡子狠狠虐了一顿，依旧能生龙活虎地追杀路飞。黄猿与白胡子有2次交手，一次用激光正面击中白胡子的胸膛，顺带嘲讽一句：“你居然被正面打中了。”第2次用激光击穿白胡子的手，完全没把世界男人当回事。见到香克斯放走路飞，黄猿也没有乖乖给面子，甩出1道8尺描边玉，将轻质的冰块击碎，看起来更像是在救路飞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企图用激光杀掉歌姬乌塔，香克斯使用瞬间移动，用格里芬架在黄猿的脖子上，吊儿郎当的黄猿被香克斯的实力震慑，乖乖举起双手避免脑袋搬家。战国与白胡子交战多年，也非常清楚世界最强男人的实力。当白胡子抵达马林范多时，战国告诫手下10万海兵不要轻敌，即便人数占优也会失败，因为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不过战国很自信，他率领的海军能击溃白胡子海贼团。面对红发海贼团时，香克斯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战国只能乖乖听话，让香克斯带走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。他清楚海军不是红发团的对手。赤犬当上元帅后，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到大将绿牛和藤虎，他2人拥有怪物级别的实力。不过与白胡子没有正面交手，绿牛奉命去和之国收拾残局，竟然想着取下新任4皇路飞的首级。香克斯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麻痹绿牛身体，让他乖乖逃走。从此也能看出，绿牛认定香克斯拥有灭掉自己的实力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愤怒的香克斯释放霸王色霸气，大将藤虎被强大的压迫感震慑，感叹香克斯的战斗力恐怖如斯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，也不一定能让堪称怪物的强者认怂吧。年仅20岁的萨博为何能成为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呢？从资历上来说，暴君雄和伊万科夫都比萨博有资格。多拉格在创立革命军的初期，他们2人就陪在龙的身边。暴君雄是索尔贝尔的国王，论谋略也绝对不会比萨博差太多。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贝利的赏金，他的战斗力至少有准大将级别。
大雄吃了超人系肉球果实，看起来是废材果实，却被他开发出了各种神级功能。手掌的肉垫可以弹开任何触碰到的东西，斩击和炮弹攻击对他都无效，还能通过挤压空气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，也能将敌人拍飞到千里之外，甚至还能将虚幻的事物具体化，人体内的伤痛和记忆都能拍出来。在香波地群岛，为了拯救草帽团，暴君雄主动介入雷利与大将黄猿的战斗。从黄猿不敢轻易出手的态度来看，也是认可暴君雄的战斗力不会比自己弱太多。甚至有不少海迷觉得暴君雄就是萨博之前的革命军参谋长，可惜加入了七武海。伊万科夫不仅是马卡巴卡的国王，还是革命军伟大航路的军队长。他吃了超人系荷尔蒙果实，虽然战斗力不如暴君雄，也算得上是一位强者。不过伊万科夫的性格比较奔放，做革命军的参谋长并不是非常合适。从战斗力来说，除了暴君雄，至少还有2位军队长的实力不在萨博之下。在吃下烧烧果实前，萨博的主要输出是武装色霸气外加龙传授的体术。得到烧烧果实后，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不分胜负，其实比藤虎还是弱一点。革命军的队长中，东军队长贝蒂吃了超人系鼓舞果实，像是战场辅助者。南军队长林德伯格是发明家，擅长制造武器，单体战斗力应该不强。西军队长莫莉是一位吃了恶魔果实的巨人族，在100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。对战大将绿牛没有一点劣势，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臂，实力不会比萨博弱。北军队长卡拉斯吃了自然系美美果实，对战大将藤虎也是不分伯仲。卡拉斯用煤灰制造的乌鸦，拥有自我意识，像是将自然系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不过从萨博加入革命军开始，就注定了他能成为2把手总参谋长，因为从小跟着艾斯一起训练，萨博的战斗力能力远超同龄的海。除了提升战斗力，萨博还会学习各种科学知识，可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而且萨博的天赋也很高，17岁已经能熟练掌握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。有如此能力的人，多拉格选择他当革命军的参谋长，也是众望所归。尾田公布最适合索隆的恶魔果实，3把配刀中的1把更有可能吃下那颗果实。当年在东海，索隆向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发起挑战，结果被狠狠虐了一顿，3把配刀也断了2把。他向路飞发誓，在打败鹰眼登顶最强剑豪之前，不会败给任何人。随后索隆来到罗格镇买刀，在武器店的角落发现妖刀3代鬼车，用1条胳膊为赌注将其彻底征服，同时也征服了武器店老板，免费得到了名刀血走。抵达阿拉巴斯坦后，索隆对战吃下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，领悟到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击败达兹后战斗力也得到很大提升，闯入司法岛救罗宾。索隆的对手叫卡库，吃了动物系长颈鹿果实，陷入绝境的索隆开启诡计，一招9刀流击败 CP9 排名第2的强者。不过在对战秀恩的时候，索隆的配刀血走被秀秀果实腐蚀断裂。来到恐怖3维帆船后，索隆与自己祖先双月龙马的尸体战斗，打赢对方后获得了黑刀秋水，战斗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为了船长路飞，索隆向鹰眼下跪拜师。经过2年的学习，索隆的实力一定达到了深不见底的程度。在德雷斯罗萨对战大将彭，嘴角被打流血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，用秒杀的方式击败明哥的手下皮卡，让众多强者为之震惊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临时弄来的3刀流，又秒杀了超新星基拉。为了报答日和的一睡之恩，他答应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取而代之的是玉田的配刀研磨，是一把会擅自释放霸气的妖刀。靠着妖刀研磨对实力的提升，索隆在鬼岛屋顶砍伤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在与岩灾镜的对战中，被逼入绝境的索隆彻底觉醒霸王色霸气，砍断镜的1条胳膊，登基地狱之王，赏金也达到11亿1100万贝里。此时的索隆也应该接近大将级别，但相比鹰眼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想要击败鹰眼登基最强剑豪，索隆有2种方式可以提升战斗力，一是学会顶级强者才会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外加打造出1把黑刀；另一种方式是吃下1颗恶魔果实，靠着果实的力量来提升战斗力。尾田在 SBS 中公布过，草帽团的非能力者最适合吃什么恶魔果实？娜美最适合吃响雷果实，变成雷电女王之后，或许是海贼王中最强的人。索隆最适合吃幻兽种青龙果实，也就是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果实。同时尾田还说了一句，如果刀比索隆更早变成龙，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情况。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索隆的3把配刀会有1把吃下恶魔果实呢？在吴老星的心目中，马尔科真的达到4皇水平了吗？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不仅吃下了稀有的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还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陪伴着自己提升实力。曾经与雷利有过交战，被一指禅教做人后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顶上战争的前半段，马尔科没有固定的对手，更像是在打游击。见到黄猿攻击白胡子，他飞过去挡住8尺琼勾玉，紧接着一脚踹飞大将黄猿，两人没有后续战斗，谁更强也不好说。见到青雉用冰刀攻击路飞，马尔科又飞了过去，一脚踹飞大将青雉。不过在偷袭出行台的时候，马尔科结结实实挨了卡普一拳。从小马哥无奈的眼神能看出，他与卡普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见到艾斯丧命之后，马尔科联手比斯塔攻击赤犬，却忘记使用霸气，不仅没有对赤犬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被嘲讽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。随后马尔科带领白胡子海贼团众多队长护送路飞顺利逃离马林贩毒，也没能挡住赤犬继续追杀路飞。
他的实力相比四皇级别的赤犬有很大差距。顶上战争之后，吴老星分析世界局势，一度认为马尔科拥有顶替白胡子的实力。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决战时，马尔科一方惨败，也没展现出四皇级别的实力。连马尔科自己也说了，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对手。来到和之国帮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一脚踹飞 Big Mom 的海贼船，随后与四皇大妈单挑，用蓝色火焰轻松打伤霍米兹。即便大妈抓住马尔科的脖颈，也表示出不能在此刻杀掉他。来到凯多的城堡，马尔科帮助索隆登上屋顶，紧接着单挑2位大看板。岩灾镜和异灾奎因都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强者，战斗中也没有体现出优势。镜虽然砍掉了马尔科的一只翅膀，却没能对马尔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最后马尔科体力耗尽，硬生生拖到海贼王的双翼索隆和山治登场。马尔科的赏金虽然没有岩灾镜高，但实力方面显然要高出对方一筹。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香克斯也带着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，他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，这也是香克斯第2次邀请对方当伙伴。虽然马尔科还是拒绝了，也能看得出来香克斯是多么认可他的战斗力。盘点海军王卡普的所有核心能力，霸王色缠绕和剑纹杀只是标配，最强的霸气外放目前只有他一人会用。第一技能霸王色缠绕，当年卡普的生命卡资料公开时，并没有标明他拥有霸王色霸气。作为海军中最强的人，拥有匹敌罗杰的战斗力，卡普拥有霸王色是必然的。在漫画1080话中，卡普闯入蜂巢岛，一招银河冲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也向所有人证实他拥有霸王色，而且霸王色缠绕攻击的破坏力也是最顶级的。第二技能强悍的武装色霸气，卡普拥有铁拳的称号，也是他拥有强大武装色霸气的最好证明。对战赏金5亿贝利的铁头功大师青椒，卡普提前用8座大山练拳，仅用一拳就打平了青椒的脑袋，用8座大山练拳显得毫无意义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卡普见到马尔科偷袭处刑台，又是一拳将其打飞。马尔科拥有超强的恢复能力，黄猿的大招8尺琼勾玉都不能对他造成伤害，白胡子的后事都处理完了。马尔科被卡普打伤的头依旧缠着绷带。路飞从小吃着卡普的爱之铁拳长大，才拥有了堪称无敌的抗击打能力。第三技能超强的海军六式，都说海军六式中的铁块属于坑人的技能，使用的时候越帅凉凉的就越快。卡普没用过铁块，只用过六式中的铁，在七水之都打路飞时用过，在蜂巢岛对战前海军大将青雉也用了一次，几乎达到了瞬间移动的效果。如果在顶上战争，卡普使用剃去拧赤犬的脑袋，战国或许也无力阻拦。第四技能剑纹杀，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官方公开香克斯拥有非常稀有的技能剑纹杀，是一种让敌人的剑纹色失效的技能，即便能预见未来也使用不出来。青雉在马林范多对战白胡子的时候，使用过剑纹色预见未来技能，提前将身体元素化，躲开了已经附着武装色的从云切攻击。不过在对战卡普的时候，青雉并没有探查到卡普的下一步动作，被卡普一巴掌按住脑袋，吃了一招海底落下惨败。是否可以说卡普使用了剑纹杀，才让青雉无法预知未来躲避攻击？第五技能霸气外放，作为自然系能力者，将身体元素化躲避攻击是一种常态。不过青雉在对战卡普的过程中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身体元素化，前期被卡普按住脑袋，是卡普用了武装色导致青雉不能元素化。当卡普把青雉打到地面之下后，依旧没有见到他将身体变成冰块，而且青雉身体的周围一直围绕着黑色闪电。是否可以说卡普能将霸气外放，不用接触也能让自然系不能元素化？如果让卡普和香克斯来一场战斗，双方的技能谁会更强一些呢？黑胡子海贼团战斗力最弱的成员公开，一招没有出被秒杀3次，居然还想着干掉卡普。要问黑胡子海贼团最弱的人是谁，很多人会认为是巴沙斯，他能当上1号船的船长，绝对是因为拍了黑胡子的马屁。当年在巴拿马岛遇到艾斯，巴沙斯抱起一座房子扔了过去，被艾斯一记火拳化成灰烬。黑胡子还特意强调他不是艾斯的对手，陪同黑胡子来到推进城开招聘会，遇到麦哲伦后吃了一招毒龙被秒。如果不是溪流送来解毒的药，黑胡子海贼团会彻底留在海底监狱，去顶上战争抢夺阵阵果实。黑胡子率队与元帅战国爆发战斗，巴沙斯又站了出来，他想攻击战国给自家船长帮场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，挨打后一脸茫然不敢说任何话。2年后，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登场，抢夺烧烧果实失败后，他把目标改为橡胶果实，打算偷袭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的路飞，不料被萨博及时赶到一脚踹飞。随后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激怒萨博，又被一招火焰龙王差点打死。出场后一直被秒的巴沙斯确实够弱，不过黑胡子海贼团还有一个人，他的表现比巴沙斯更加弱一点，这个人就是巴斯克乔特，外号大九，是黑胡子从推进城招募到的强者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乔特跟着黑胡子一起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本想着抓住汉库克享受一番，不料被汉库克直接变成了石头雕像。如果不是雷利让汉库克解除果实能力，乔特的命多半会丢在九蛇岛。1年前在某座无名小岛，乔特和圣胡安二郎一起遇到了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应该是乔特一行人惹怒了对方，被青雉直接秒杀冻成巨大的冰雕。好在黑胡子带人及时赶到，才让青雉释放了乔特与恶狼。当拉斐特向黑胡子提议干掉青雉，抢夺洞洞果实来提升战斗力时，青雉再次使用洞洞果实，
乔特又是瞬间被冰封失去战斗力。如果不是黑胡子向青雉道歉，乔特即便能保住小命，也得落得个残疾。不要看乔特一招没出就被秒杀3次，他居然有干掉英雄卡普的野心。卡普去蜂巢岛救科比，黑胡子海贼团负责留守的人之中就有乔特。他见到卡普毁灭一座城镇，并没有害怕，反而露出了一副阴险的表情。从卡普能一招秒杀青雉来看，即便是黑胡子本人到场也不是对手。乔特想把卡普留在蜂巢岛，一定是打算用什么险恶的方式，还是希望卡普能救走科比安全离开。被黑胡子海贼团围剿确实会有危险。从赏金8100万的最弱七武海，到赏金19亿6500万的人气枭雄，为了洗白克洛克达尔，明哥和鹰眼当了垫脚石，雷利的战斗力也被拉低一个档次。为了寻找古代兵器冥王，老沙利用七武海的身份霸占阿拉巴斯坦。他让巴洛克工作室的人策划战争，还差点干掉草帽团的所有人。不过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老沙与其他强者一样，犯下忘记补刀的错误，被赏金只有3000万的路飞打败，也让老沙被认为是最弱的七武海。在海底监狱再次遇到路飞，老沙主动要求入伙，也开启了洗白之路。从抵达马林范多那一刻开始，老沙的战斗力和人气就在直线上升。他主动攻击白胡子，却被路飞一脚踢飞，也牵扯出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的往事。结果肯定是老沙完败，不过也能证明他的战斗力远远不止8100万。见到艾斯被提前处刑时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。眼看艾斯就要被杀，老沙站了出来，2把杀刀干掉2名刽子手，保住了艾斯的小命。他还说了一句装逼又圈粉的话：“老子不想看到海军得意的样子。”明哥也在此刻用线切掉老沙的脑袋，却没有造成一丁点伤害，反而暴露出被老沙拒绝的糗事。两人经过一番交战，也未分出胜负。明哥拥有霸王色和果实觉醒能力，没打赢老沙，只能说他们的实力相当。见到路飞在战场上活跃，鹰眼表示不能忍，拎着黑刀叶就攻了过去。同样是七武海的圣平站出来阻挡，结果连鹰眼的一招都没有扛住。吃了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也想阻挡鹰眼，被黑刀叶砍倒在地。最后还是老沙出手挡住了鹰眼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老子现在心情不好。”鹰眼很给老沙面子，没有继续攻击路飞，也是认可老沙能对战自己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鹰眼答应老沙的邀请，加入十字工会。可见在鹰眼的心目中，老沙并没比自己弱多少，有资格当合作伙伴。最能体现老沙实力的一场战斗，发生在20多年前，对手是怪物巴雷特。巴雷特在16岁的时候上了罗杰的船，当时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。得知罗杰生病之后，巴雷特主动离开罗杰海贼团，靠着强大的实力成为超级新人。在19岁那年，他遇到了20岁的克洛克达尔，两人爆发过一场战斗，结果是不分胜负。当年的老沙能与巴雷特有一战之力，也确实拥有当上七武海的资格。如此推算，老沙也应该有实力对抗雷利，这多多少少拉低了雷利的战斗力水平。尾田公布海贼王中最强的输出技能，来自最弱四皇，只有路飞能抵挡住。海贼王中出现过数以万计的技能，哪一个才是最强的呢？有人说是自然系能力者的大招，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。青雉的大招是冰河时代，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巨大海啸瞬间冰封。赤犬的大招是流星火山，无数个岩浆弹冲天而降，如同末日降临一般。黄猿的大招是8尺琼勾玉，数以万计的激光束，就连大将泽法也抵挡不住。艾尼路的大招是雷霆，巨大的球形闪电，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化为乌有。也有人说是白胡子的普通艺伎，没有很霸气的名字，却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海震能产生吞没一座岛屿的海啸，地震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崩塌。不过在霸王色缠绕攻击出现后，自然系的大招多少逊色了一些。罗杰用过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轻轻松松将光月玉田击飞数百米远。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，表现出来的威力远远超越了罗杰，不仅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，还重创极恶世代之一的基拉，附带攻击连同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。能挡住神臂的人恐怕也没几个吧。卡普的银河冲击也是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拳头下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这可能还不是卡普的终极大招。期待他对战黑胡子时能使用更强劲的招式。作为世界最强生物，凯多的每一个招式都是 bug 级别。热息能轻松毁灭一座山头。与路飞最终决战时，凯多先变成一条熊熊燃烧的巨龙，火焰能融化任何事物，头顶缠绕霸王色后撞击敌人，这一招叫生龙火焰八卦，毁灭一座岛屿不在话下。觉醒橡胶果实后的路飞，将拳头变得异常巨大，体积上不亚于整座鬼岛。缠绕上霸王色后，有一种碾压一切的感觉。路飞称之为橡胶原神枪。尾田曾在大妈的生命卡中说过，被海米称为最弱四皇的大妈。他的大招天满大自在天神是连神也都超越的天灾之雷，所释放的每一股闪电都有自我意识，可以改变方向攻击试图躲避的敌人。大妈在鬼岛屋顶使用天满大自在天神时，除了路飞，其他的超新星都被命中了。如果路飞不是橡胶人，对雷电有免疫作用，恐怕也逃脱不了天满大自在的攻击。从尾田的这个说法也能判断出，雷电攻击在海贼王是多么强大的存在。可见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后，那美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。为了帮助路飞从毛头小子成长为新世界的海上皇帝，一共有4位强者丢掉性命，他们的赏金总和接近18亿。作为路飞最可靠的大哥，艾斯从小就对路飞保护有加，哪怕是面对卡普的铁拳，
他也会站出来阻止路飞挨揍。当年在巴拿马岛追捕黑胡子，艾斯得知对方的目标是抓捕路飞，他更加不能放过黑胡子海贼团，可惜败给了能吞噬一切的暗暗果实。为了救出艾斯，路飞从海底监狱一路杀到马林饭多，在越狱小分队和白胡子海贼团的保护下，路飞打败了当众放水的卡普，也挡住了金色大佛的攻击，才从处刑台上救出艾斯。见到白胡子下达命令让众人撤退，赤犬用激将法把艾斯留下，靠着能燃烧火焰的岩浆果实，一拳将艾斯打倒在地，转头又向路飞发起进攻。情急之下，艾斯用身体挡住岩浆拳头，内脏被严重烧伤，赏金5亿5千万的火拳从此陨落。见到艾斯在眼前丧命，路飞认识到自己太弱小，必须变强才能保护好同伴。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，路飞只带了草帽团一半的成员。在盛平的建议下，路飞与贝基联手刺杀四皇大妈。计划失败后，遭到整个四皇海贼团的围捕。为了让桑尼号顺利出航，赏金3亿8200万的佩德洛挺身而出，引爆身体上捆绑的炸弹，用自己的性命护送路飞等人出航。这也让路飞认清了一点，在通往海贼王的道路上牺牲在所难免。与最强将辛卡塔库利决斗，前期路飞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觉醒见闻色预见未来后，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，自己的体力也全部耗尽。好在波克穆斯及时出现，抓住正要逃走的布雷，一起逃离了镜子世界。面对 Big Mom 海贼团众多强者的围剿，波克穆斯开启月狮形态为路飞断后，身体被无数根长矛贯穿，即便能保住性命，四皇大妈也不会放过他。去鬼岛对抗百兽海贼团，路飞集结和之国武士以及基德和罗两大帮手。除此之外，白胡子海贼团的马尔科和乙藏也在中途加入战斗。基德和罗双双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勉强击败了四皇大妈。路飞经过多次仰卧起坐，最终觉醒幻兽众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最终草帽团和武士联盟取得胜利，路飞也成功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赏金5亿1千万贝利的乙藏，在阻止 CP0 抓捕罗宾时失去生命。路飞在登顶海贼王的道路上还有很多硬仗要打，为此殒命的强者还会增加吗？